嗯，美琪，你放 live 表示吗？嗯，困难终究都会过去，你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勇气去看未来风景。我听见了你最内心的声音，让情愫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口，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我们选择用微笑体谅不完美，一定会有人更懂你，就让我为你倾听。我听见了你最内心的声音，让情愫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口，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生命是最美的旅行，沿途有些崎岖，总有人为你遮风挡雨。
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勇气去看未来风景。我听见了你最内心的声音，让倾诉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痛，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就都会过去，你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勇气去看未来风景。我听见你最内心的声音，让倾诉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痛，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我们选择用微笑体谅不完美，一定会有人更懂你，就让我为你倾听。我听见了你最内心的声音，让倾诉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痛，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生命是最美的旅行，沿途有些崎岖。大家周六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马子慧。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龙雪华堂妇女组的脸书。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相当需要大家关注的，因为呢除了我们有2位资深的主讲人呢，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特殊人士或儿童在社会上多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请大家帮忙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参与，也希望大家务必要留守到讲座完毕，谢谢大家。那特殊人士指的是身心障碍的患者，身心障碍呢也是指先天或后天发生的生理或心理的损伤，以致个人在某方面失去自理能力的状态，包括视力障碍、听觉障碍、
平衡机能障碍、肢体障碍或精神与智能障碍等等。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时代，许多人呢都拼了命要往上爬，以期许呢自己不会在这优胜劣败的竞争环境底下被淘汰。那其实呢，还有一群泽宇天使呢，他们也是积极的在生活，但他们却又常被这社会遗忘。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还有明天认识特殊儿童线上讲座，我们很荣幸邀请了2位讲师。第一位呢，就是大马大爱脑残症儿童基金协会创办人张秋明医生，以及另一位就是 Oasis Place 临床心理师王素贤。希望呢，通过这次的讲座，可以给予线上的大家知道，特殊儿童是一定还有明天，他们是可以聘请为员工，他们也可以自力更生。好，话不多说，来，让我介绍我们今晚的第一位主讲人，他是张秋明医生。那张秋明医生呢，是注册顺势医师，斯旺西大学特殊儿童健康与行为管理硕士，湖南中医儿科博士，马来西亚理工大特殊儿童行为科研究员，华师大学过动儿科研究员，大马大爱脑残症儿童基金协会主席，还有就是 PTK Cahaya Kasih Subang Jaya JKM 护理部的主席。那有请张医生。谢谢谢谢我们的司仪小姐。好，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很荣幸呢被邀请到线上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有明天。那孩子有明天呢，这里所指的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特殊儿童我们的特殊青少年。那特殊基本上呢，我们分2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一般上呢，我们也称为这个OKU 就是 Orang Kurang Upaya。然后它基本上有2种，一种呢就是在早期呢，在福利部呢也把它归类为 Masalah Pembelajaran， 就是在学习方面呢有困难的、有障碍的，或者是跟一般上呢有一定差别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肢体上有缺陷的，或者是残障的。那今晚呢，最主要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在学习这一方面这一块问题这个特殊儿童。那说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明天呢？可能大家也抱着一种很好奇或者是一些疑问来探讨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讲一下这个masalah pembelajaran， 或者是现在呢他把它归类为你是怎么样的小孩，他就注明在那一边你是哪一方面的小孩，他不笼统的称masalah pembelajaran那个就是学习方面呢有困难的。那这里呢我所讲的大概呢就是这里有包括这一个注意力不集中呢多动症的孩子，我们简称为叫 ADHD 就是 ADHD 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是 ADD， 一种是动型的，一种是不动但是它不能集中的然后还有学习障碍的，学习障碍的那就是dyslexia， 就是在学习方面呢有这一个在顺序方面呢，这个字句的顺序方面呢有困难的，它会颠倒的，甚至会跳的，甚至会倒返回来的那一种问题。然后学习慢当然在很多方面呢都选择比较慢的，都不能够跟得上的这种小孩。那除了这个以外，也包括了这个唐氏症那这种特殊的孩子呢，他们一般上呢将会是怎么样面对他们的将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可能也会很困扰。
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在这一个孩子黄金时期的时候，就是在3岁6岁，就是学前教育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才使到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特殊孩子他在往后的发展和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Okay? 那在这一个3到6岁呢，通常呢，我们怎么样去看他们有哪一方面的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就是在学习通常我们都会讲说读写算到差不多程度的时候，他就可以算。那在读在写这方面，他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在学习方面呢，他的表达能力方面有没有问题？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看这个小孩他在这一个时期，他的动作技能，就是他的 motor skill， 他的动作技能呢，能不能够，我所指的动作技能，可能你会觉得你会发觉到他很像的平衡感不是很好，或者是他的手脚不灵活，也或者是我们一般上说很笨拙这样子的一种动作表现。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要去注意他的对社会的参与感，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他的参与，他的社交。OK，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情绪，情绪也很重要。一般上呢，在特殊的小孩呢，情绪呢都会表现得比较有时候比较激烈，也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是失控的。这一种呢情况呢，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我们会发现，在这一个期间呢，很多时候父母呢本身呢没有可能没有注意，没有特别的注意。当他们有这一种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在语言上的障碍的时候，或者是语言表达不是很好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人他会说，这个语言没问题啦，再迟一点，长大一点他就会的啦。或者是这个小孩他本身的行为就比较过激，或是比较动，可能父母会觉得说没什么，那个很皮 ，OK， 这样子的情况正常的 ，OK。所以呢，在这一个情况呢，很简单，他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在及时给予他帮助、训练和指导他的话，往往呢就会产生往后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在及时、在提早给他们一定的那一个训练那方面的教育。OK，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个情况很特别的，或者是一般上我们父母呢通常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呢会送去华小。OK， 当遇到这一个特殊儿童或者是这个学习方面困难这方面的儿童的时候呢，如果往这一个我们没有在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他去学习的话，我们意味把他送去，大家众所皆知，这一个华小的功课会比较繁重，会也比较困难，根基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当他进学校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当他不能够在这个正规班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上课的时候，校方或者老师都会建议说，我发现说你这个孩子可能不太合适你可能就是这边他学不到东西，我发现到他不是，你必须要去去检查或者去查明到底这个孩子有哪一方面的问题或者障碍或者是困难。 OK，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就是面对很心酸，很不能接受，也不能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OK， 我们也相当能够理解，当老师或者校方告诉说你的孩子我建议他比较合适在于特殊班。当父母听到特殊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很大的反应，或者是不能接受，到底我的孩子进了特殊有没有明天，到底他的明天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 OK， 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是很不愿意的就不能够，但是
如果这个情况没有处理的好的话，他待在正规班的话，他是没办法能够升学，也没办法能够学习的。那进了特殊班将会是怎么样 ？OK， 所以在这一个黄金时间，我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和去留意，很多时候在轻微的，即使把他送去有相关的这一方面的训练和诊断检查，他们都会得到其的都有一种很良好的一种成绩 ，OK。那么到要怎么样的孩子，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必须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呢处理得更好 ，OK。当然，如果说谈到特殊儿童的时候呢，我们更加需要去了解。换句话说，他是很严重的，他不能够的话，我们也有这个在政府方面呢，在民办和政府办方面呢，都有这一种叫做 PDK 就是 Pusat Pemulihan Dalam Community， 也就是等于是康复的，那是给严重的，他们康复的情况就是他们就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和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OK。那如果说谈到在特殊学校出来过后呢，他们到底他们能不能工作 ？OK，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们可以去待会我在完毕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一个就是福利部呢，某个福利部呢就有准备这个是政府办的有准备了，就是在特殊教育完毕过后呢，你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呢，你可以到申请你们这个当地的，就是要当地的那一个福利局就是 JKM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你可以在那一边跟他直接walk in， 可以跟他了解，跟他申请说我要把孩子送到这个中心训练。就是工作方面你还没有工作之前呢，他会给这方面的训练和辅导 ，OK， 然后呢，他也会把这一个小孩训练过后呢，分配到哪一个商家或者是哪一个工作岗位呢，都有这方面的安排有 ，OK， 当然。我们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了解到底我要去注意他哪一方面，到底他可以不可以？当然，很多时候可能父母讲，我的孩子可以吗？我很担心我担心他不能够，我怕或者是他做不来，万一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办？ OK， 那从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首先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做出这方面的努力和评估。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到，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他的 motor skill 去了解 ，motor skill 是可以被训练的，他的动作技能。这个动作技能呢，就是有时候他笨错了一点，就是有时候他的动作不灵活，他会掉东西啦、打烂东西啦，或者是安排不好了 ，OK。这个是指他的动作技能，他的粗啦，他细的东西做得到吗？那么接下来就是他的情绪，其实呢，情绪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去训练，我们可以去管理的，我们可以去教育的。OK， 为什么呢？因为不过其中一种呢，它虽然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大部分 ，OK。当然，这个有涉及到他本身的问题。情绪有一种呢，很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他在日常的生活的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它不是全部，但是它有一定的关系。那我所指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通常呢，就是高糖分啦，就是煎炸的食物啦，酸性过高的食物呢，都会造成他们的情绪不平稳。OK， 那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去注意。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要去了解他的社会参与，他在这个组织方面，他到底他对这个人群当中，他可以吗？他可以不可以？就是 social skill， 他就是他在社会的参与，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互动 ？OK。
那么接下来可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也有家长会问，他的坏习惯我怎么办 ？OK， 坏习惯是指他可能食量很大，他可能手会很多，那应该怎么办？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一种呢，其实呢，在辅导和训练呢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通常啊能够把三觉，就是听觉、触觉和触觉的教育啊，让他们接触的话，让这一个比较完整的那个训练和教育进行的话，通常我想告诉大家，这一种儿童或者是进入了青少年和步入社会，让他们有机会去工作，肯定他，赏识的教育对他们很重要的，要肯定他。一旦他们被肯定了，通常他们都会待在那边，会很久，他们都会很落力的去自我表现和去做。OK， 当然如果说谈到如果说出去工作的话呢，我们有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很广，当然我也希望社会人士可以让他们参与，去给他们机会。这一方面的工作呢，通常呢我发现到有比如说 hotel， 我有看到酒店他们站在那边就是有服务的开门拿东西这方面有，比如说打扫的，成为我们的助理的我们怎么助手帮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或者是种植方面的，就是我们说种植菜园，就是种植方面的，他们也可以做，甚至洗车，或者是还有很多，都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去的。OK， 因为由于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也有一些商家或者是一些社会人士、一些老板，他会发现到说，我不知道，我不敢拿，我拿了过后，他会不会破坏我的东西，还是怎么样 ？OK， 当然我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在restaurant 里面在工作的时候，他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他可能喝很多，他很多，那水好喝的东西他都去喝了 ，OK，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可以只要，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他工作，经过我们评估过后呢，我们可以让他进入这个社会工作，而在这个雇主呢，或者是这个商家呢工作的地点呢，我们通常他们可以出去工作的时候呢，福利部呢都会给这个津贴，只要是在1500以下的 ，OK， 这薪金方面呢，都由这一个老板自己决定，可以让他们在1500以下，1500块以下的，他们都可以享有这个援助金，这个450元的援助金 ，OK。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在这里呢要呼吁一下，或者是让社会人士了解一下，他们的确是可以工作的给个机会让他们去表现让他们去做。我有一个父母呢，他很棒，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咖啡然后他就让这一个自闭的孩子去那边工作，训练他们，让他们在咖啡里面能够去 serve 那个 customer， 能够去捧，然后去可以做清洁方面的这个工作。OK，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OK， 好，那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机会他们，让他们能够步入这个社会。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张医生。刚才呢，张医生他有说到呢，就是很多父母呢都接受不了这个孩子的实际的状况。那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啦，就像张医生刚才所说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让孩子们在对的地方呢接受特殊的教育呢，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及时让他们得到适当的辅导与训练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好，谢谢张医生。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位讲师哈，他是王素贤治疗师。素贤呢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他拥有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和昆士兰大学心理科学荣誉学士学位。他是为患有自闭症、多动症、行为困难、恐惧症、创伤经历和情绪问题的儿童、青少年或成人提供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素贤呢，热衷于与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合作。在攻读这个硕士学位之前呢，他也接受了应用行为分析治疗师的培训。素贤也是马来西亚临床心理学会 MSCP 的成员。有请王素贤治疗师。好，谢谢主持人。All right， 让我 share 一下我的那个 slide。好，因为我华语不太好哈，所以我将会用英文来讲解我的那个slides。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再用华语特别去解释的，也可以让我知道，我过后再解释。All right. So today I'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neuro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All right. Before that, maybe I can introduce a bit about Oasis Place. All right. So Oasis Place is Malaysia's largest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center. And some of our services includ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 therapy, music therapy, and we also run events and workshops for further learning. So if you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us, feel free to go on to our website to find out a bit more. All right. Now, I'd like to have a bit of an introduction about what is neurodiversity, which is 翻译的话是神经多元化, and also I'll be talking more specifically about autism, which is 自闭症. All right. So the neurodiversity concept is first started by Judy Singer, who is an Australian sociologist. And according to her, neurodiversity actually means that every single living being is unique and that there's no two human minds that are alike, all right? So all our human brains are different. We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how we learn things, how we pay attention, as well as how we socialize, and many more differences, all right? And this kind of differences in the human brain is actually a very natural part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all right? So you and me, we are all different in a different way. Some of these neurodiverse brains, the differences can also include people who are diagnosed with dyslexia or even ADHD, and also include those that has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depression, anxiety. But today I'd like to specify more about autism, and I'll talk a bit more about what is autism. Yeah, just because last month was Autism Awareness Month. All right. So a bit about autism. It is also calle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their difficulties have two areas. The first area is more on the social challenges. All right, so they have difficulty forming two-way conversation with another person, and this can make like making friendship and keeping friends difficult for them. They also have difficulty in the behavior kind of aspect. All right, so they have they're quite rigid with their routine, so sudden changes can be overwhelming for them. Sometimes they also engage in more repetitive kind of behavior where they may pace up and down or do rocking back and forth. Their interests can also be quite limited. All right. So if, for example, if they like vehicles, then they would be researching about vehicles, talking about vehicles and things like that. All right. Lastly, they are also having sensory processing challenges. So the more obvious one is they are quite hyper-reactive towards sounds. So if they are in a noisy and crowded environment,
it can make them feel quite uncomfortable. All right. So that's basically what autism is. Now, I'd like to talk about what are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including people with autism in the workplace or people who are neurodiverse. All right. So these are statistics from the UK. All right. So what they found is actually there are about 80% of typical adults like you and me who are working. Only about 47% of individuals who are disabled with a disability in the workplace. But there's only a very lesser amount, like only about 32% of adults with autism that are fully employed, right? And that's very less as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actually, a lot of them wants to work. They want to contribute. About 77% of unemployed adults with autism say that they actually want to contribute, they want to work, but their difficulties is making it hard for them to get a job. So their talents are often going to waste. Yeah. And they actually have a lot of hidden talent, as what Dr. Teo have mentioned earlier. So some of these, this poster actually highlighted some of the positive traits that they have. So for example, like they are very attentive to details. They are a very visual kind of learner, right? They are very creative. They have expertise in the area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so on and so forth, right? So many hidden talents that they have. And actually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starting to be aware of these hidden talents that they have. And they are actually they intensively employ them, right? So this tends to be tech companies like Microsoft or IBM, because in their field of work, they require people who are visual, who are attentive to details, you know. They need skills or talents like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that has them. But of cours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like, CIMB, Uniqlo, they are starting to also employ people with autism and people with neurodiversity. So then I'll go to how can we then support, people with autism in the workplace or people who has neurodiversity. So I think the first one is assessment. All right. So assessment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 to arrive to a diagnosis, because I think some work programs, they do require a diagnosis before accepting them for work or for internship or for training. But generally, I think assessment can help the company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f their strengths and their weaknesses, so that they can actually effectively plan their support and their accommodation that they need in the workplace. So a lot of times without assessment, what we often see is just the social difficulty and the behavior difficulty of individual with autism that I've mentioned. But I think with assessment, we can also understand a bit more about what are some of their other challenges. So maybe some individuals have difficulty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anxiety or depression, and this can be picked up from assessment as well. But not only the difficulties, but what about their strength, right? So I think assessment can also be able to pinpoint some of their strength that they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kplace, right? So I'm just going to briefly talk about the process of assessment so that parent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So usually we start off with filling out a referral form, and then a schedule will be, an appointment will be scheduled, and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 with the individual or with their parents as well. We might also get in contact with the teachers or vocational trainers to just get a bit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n we would do psychometric assessments, and this can be IQ assessment all the way to behavioral type of assessment, to just better understand some of their strengths and their weaknesses. And all this will be written out in a report, and we will then brief the report to the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o the parents. All right. Now, apart from assessment,
I would think that, having life skill or vocational training would also be very important as part of the support for individuals going into the workplace, right? So, some of the areas that they can get more training in includes like self-management skill, learning how to cook or clean, using money, and especially when you need to travel to work, to actually learn how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How to manage their emotions,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stressful situation in the workplace. And of course, basic academic skills like writing, reading, basic ones. Yeah, I think all these would be important. And I think as what Dr. D has mentioned earlier, having a job coach would also be something to in the workplace, right? Because the job coach can actually provide a more individualized support to the individuals. But not only that, they can also help they can help the supervisors or leaders to learn strategies on how to better support or help the individuals, as well as making the workplace more inclusive. All right. So if you'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job coaching, you can actually go on to the Job Coach Network Malaysia to find out a bit more. All right. So last but not least, I think the support for neurodiversity hiring should also come from the community itself. Okay, so there should be a community effort in terms of neurodiverse hiring. So apart from just being aware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in the society, it's important now to move towards accepting them, accepting them as part of the society that can contribute, right? All right, so now I'm just gonna share a bit more about some success story, all right, about how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when being put in the right environment and when the environment has an inclusive mindset, they can actually thrive. Okay. So these are some pictures of Day Spring Sheltered Workshop, where, as you can see, there are workers who are neurodiverse doing work as food packaging. All right. So they are quite, the workshop actually provide them with quite organized structures so that they can be more efficient in their work. So here I'm going to show you a video of how an individual with neurodiversity actually do packaging for Malaysia Airlines, right? So you can see how detailed they are when they are doing their work, right? And being detailed is one of their many strengths. Then we come to another story that I like to share. So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young man called Alvin. This is him here, all right? So he is actually diagnosed with autism, and previously he was actually working in a sheltered workshop doing food packaging as well. He was actually offered an internship with a company called Babywise, and Babywise actually manufactured photo frames. Right. So he was very successful in the internship. So they actually offered him a full-time job, all right, in the company.
So the person standing next to him is actually his direct supervisor. And let's hear some of his feedback about his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Alvin. Hi, my name is Ken from Babywise. The month of April is a very special month. This is the month of Autism Awareness Month. We are very lucky we live a very normal life, but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unfortunate, especially the autism boys. Babywise is very happy to have an autism boy work with us for past 4 years. His name is Alvin. He has been very hardworking and learned a lot and be very obedient when it comes to work. So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our young man, Alvin. Alvin? Okay, he is Alvin. He is 27 years old right now. We hired him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rames that we do. In one day, he can actually nail 400 pieces of this, which normally our normal person only able to do 300. Besides that, he's also able to fold the corner for the frame 2,000 pieces a day. When we hired him, he was a piece of blank paper which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framing. But over the past years, he learned a lot. He studied, he worked with us, we teach them, we guide them, and now he become a secondary senior framer. Okay. So Babywise has supported neurodiversity at work,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utism boys to make sure that get a better living. Support neurodiversity at work. Support neurodiversity at work. All right. So you can see like the environment is actually very inclusive, right? Yeah. So all of them know about neurodiversity, autism, and then they are very supportive with the boy as well. Okay. Now I'm going to share another story, and this one is more in the digital industry. All right. So this young man here, his name is Jonathan. So Jonathan is actually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he's also diagnosed with autism. All right. So he got an internship with this company called Sales Candy. It's an IT company. And after that, they actually offered him a full-time job. All right. So the guy standing next to him with the blue shirt, that is his direct supervisor. And the one with the orange shirt and the green shirt there, that's Stanley, the managing director. All right. So let's hear from Stanley about his experience. Hello, I'm Stanley from Sales Candy. Our workplace embraced neurodiversity. It all began with Dr. Choi invited me to one of her events on neurodiversity and engaging people with autistic spectrum. So when I was at the event, I was really touched by the sharing of these neurodiverse people wanting a full-time job just to fulfill their life purpose. So I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and we started off with one intern, Jonathan, and now we actually offer him a full-time job as a junior test engineer. We are very happy with what he has contributed and performed in our company. And I invite you to give this a shot and to help them fulfill their life purpose. Yeah. Thank you. So it's a very good match in terms of their skill as well as the job that they are offered here. Okay. Hello. So this is the last story that I'm going to share. So this story is about, it's a very nice video about Joshua. All right, Joshua is also diagnosed with autism, and this video shows his journey on how he got employment with Uniqlo. All right, let's listen to him. My name is Joshua Teo. I work in Uniqlo for 3 years. I do unpack and disinfect the clothes, and I serve customer at fitting room. I like to work at Uniqlo because I want to get more income, and the people here are very nic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qualities would be he is very efficient. And then because I believe he can actually replenish faster and bett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staff, and he's very capable. And he will make sure that if I give him a target like 8 to 10 routouts within end of the day and give him a very specific time, he would meet those times. And if he cannot, and he will just reply to me like, oh, sorry baby, I cannot finish, can I have another 30 minutes? I would say he's very responsible because he'll make sure he complete all his tasks before he go back, and he'll make sure he report to all his like PIC and make sure that if he cannot finish, he report. So I would say efficient, capable, observant, and responsible. Yeah, those are his 3 outstanding qualities. I can do it, so can my friends. All right. So, I mean, after sharing all these stories, I hope that parents, as well as, employers as well, to see that, with an inclusive mindset, as well as with the correct support, the training given to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they can actually hold a sustainable employment for the long run, right? So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my talk, but I'd just like to leave a quote with all of you guys. So diversity is like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 but inclusion is actually being asked to dance. So I hope that we can all start to ask them to dance, all right, to offer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ll right. That'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I'll pass back to Zihui. Yeah, Zihui. Sorry. 好，谢谢你淑贤，谢谢你的分享，很棒的分享。看了你的这个testimony 过后呢，我发现真的是蛮有感触的，因为原来呢有77%以上的这个自闭人士呢，他们都是在寻找工作的，只是少群体的人会雇佣他们。那看了刚才淑贤他所播出来的这一个视频了过后呢，其实呢他们都是有能力工作的，只要你给机会他们的话，他们肯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个线上有什么问题先哈。好，这个问题呢是要问张医生的，就是我国是否有足够的学校去培训这些所谓的特殊儿童，然后是否每一个州属都有，另外就是他们的这一个训练的时间有多长？好，谢谢。那么怎么说，这一块我不能够很完全的做出回答是否在全国，但是这个训练的期间呢，它是有规定的，它有规定在当报名的时候，我首先我先讲一下哈，关于那一个在教育里头呢，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每一个州属几乎都有这一个特殊班有这个特殊班。那关于这一个在要进入迈入这个职业之前的辅导和这个训练呢，他们通常都会有给足够的时间，一般上呢有给1年的时间用1年的时间，甚至他就看他的评估，他都会有做出这一方面的评估过后呢，他就会给予这方面的协助。足够的话，几乎我想每一个州属都会有这一个职业方面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可以到那个 JKM 我到最后应该可能这个我们会把这个 JKM 的 link 你们可以进去，你们去了解他有的，他每一个州属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训练，而且人手方面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没有多大的问题。好。那除了这个自闭症的这个培训我国是否
这里是另外一道问题就是除了自闭症的培训呢，我国是否有什么中心是可以培训唐氏儿的呢？唐氏儿它本身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到这个唐氏儿的那一个协会去查询，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到这一个福利部跟他们查询这一方面的这个训练资料，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将会把这一方面的资料或是这一方面的场所和训练中心呢提供在你们的手上。明白，好，谢谢张医生。那其实这里还有一道问题，就是说刚才有听说就是政府呢福利部呢它是有给予这个津贴的，对吗？对。那我想问一下，其实除了津贴呢，政府在这个特殊人士他们就业的这个保障方面呢，他们还有做一些什么改变或者进步的方面的事情吗？或者是有什么提供类形式的帮助或推广之类的？其实在福利部这方面呢，已经很积极了在通过这一个地方性的福利局就是那个福利部门呢提供这一个也可以说是全面比较全面的这一方面的提升他们这方面的工作训练。那么如果至于除了这个援助金之外呢，我想其他的都还没有我还没有很具体的在这一方面的资料。不过福利部他都在这一方面呢做出反正就是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地方性的，他们已经有准备好这方面的福利了，我应该说这方面的福利好，可以明白，谢谢医生。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个这里有问题是想问我们的素贤。好，素贤，我就用英文来问你这个问题What age is right for neurodiversity,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Malaysia to support the autism young adults? Okay. What age is right for neurodiversity? Actually, there's no age. Neurodiversity actually simply means that our brain are different. And this can be for very young children up to adulthood. Yeah. So actually there's really no set age about that. Yeah. So even children who is having learning difficulty can be said that they are part of the neurodiversity group. Yeah. So in terms of what role the government in Malaysia is supporting autistic young adults, I think from my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 side, I think the youth ministry, they actually set up a cafe, the sports and youth ministry, I think. They actually set up a cafe to support hiring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in the cafe to do serving jobs. Yeah. So that's some part of it. In terms of that, I think they also have like schools. Yeah. Schools to support like sorry. Yeah. Okay. So they have like different special needs schools to support. I don't think they specifically say that it'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only. Yeah, it's actually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Yeah. Right. But I think with assessment, the teachers can actually better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f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n the teachers with special needs, the special needs teacher can actually provide more individualized support for them in the classroom. Yeah. Okay. 明白。好，这里还有一道问题，就是说，听说学习障碍的孩子呢就越来越多，可是在这方面的学校和师资呢却不足够，那造成了家长呢求助无门。
那请问在这一方面要如何去解决呢？两位讲师，来，张医生。好，这个学习障碍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在这个顺序方面呢会颠倒，然后词句重组方面可能会有困难，然后会倒返回来啊，然后甚至说话呢病人也变成连人病啊这种的情况，的确是我相信除了就很像刚才我们的苏倩小姐说的，像这个民办的这个机构或者是私人机构有的，就很像我们这个临床心理治疗师这一块方面呢，他们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有提供这方面的这个协助。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国有一个协会，就是给这个学习障碍的有学习障碍这方面的问题，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有这方面学习障碍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向他可以到这个协会，这个叫学习障碍这个协会去有一封信他就可以交到这一个学校当局，学校跟学校申请这一个假期。据我所知可能他们会给有特定的时间，比如说3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到他们那一边去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叫做什么辅导和训练。OK， 当然我想也或许是我想如果是要从这个比例来说的确有时候往往会缺乏的，我发现会缺乏这方面的人手或者这个专业这方面的人士。OK， 谢谢张医生。那另外刚才张医生你在分享的时候，你有提到的这个黄金时期，就是你指的黄金时期是指是什么时候呢？是非常好。那黄金就是在学前，那通常呢都是在三岁嘛。不过往往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在1岁多3岁到6岁是他的黄金时间这一段时间呢，为什么我们说到6岁？6岁以后他就步入了成熟而能够上学，就是我们正规学校那一个阶段。在这一个学前的都是属于黄金时间。那1岁多，其实有时候到1岁，比如说在自闭的孩子呢，有时候1岁半以上往往你会察觉，或者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不同。我打个比方，这个也是他们我所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个3岁到6岁，在之前可以察觉的，就是有时候你发觉到说他1岁的时候他会讲话，他会讲妈妈爸爸妈妈不要，他一句有就是照顾他的人会说我听过他讲这句话，但是后来他不讲，他只是讲过一次而已后来他就没有了，那怎么办？这个也是整体来说呢，这个也是他在3岁之前里面我们要去留意的。不过3岁过后呢，是因为在3岁的情况，脑部发育的可以就是他已经高达了，可以在学习，OK， 可以在我们说在这一个读写算这个情况里面可以观察的，更明显的观察的。刚才我所说的，可以观察到他们学习的表达，他们的动作技能，他们的参与感他们的情绪，这个就是我所说的3到6岁。谢谢张医生。谢谢你。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我相信呢，很多社会的这个群众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当然是有一些是很抗拒特殊人士，聘请抗拒特殊人士的。那我相信也有一群雇主呢，可能他们也很想聘请这些特殊人士，所以我想问一下线上的2位主讲人，那有什么方法或者技巧是可以和特殊人士容易相处的呢？来，素贤，你可以来分享吗？可以。
我觉得最重要可能是第一先要有理解吧，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这样子。可能for 好像自闭症的人士，他们可能对在吵架的声音时候会显得比较不舒服这样子。那如果他们好像显得比较紧张啊，还是可能比较要远离那个嘈杂的环境，然后要去更安静的环境，那就不要用那种就是排挤他们这样子啊。好，所以好。但这里呢有一道问题是刚才素仙你刚才所提到的，要接纳他们嘛？那要如何的方法让社会可以接受到这一群特殊的孩子呢？除了刚才就是有比较大家可能也知道要有耐心或者之类的，就是刚才你有所说到的，那还有什么比较直接的方法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容易的去接受他们呢？So I think 像我刚才最后那个 quote，就是好像不只是要请他们来 party， 但是也是要跟他们一起 dance， 对不对？就是好像接纳的意思，不只是说我有派对，然后我就邀请好像隔壁的邻居，如果他们有自闭症的孩子，那邀请他们过来，这样子而已呀。但是也是要让他们融入那个 party， 就是如果孩子一起搞活动的时候，也要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是邀请到了特殊的孩子，那需要做不一样的 activity， 让他能一起融入的机会，让其他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接触他们。那这样子可以让大家都更了解，还有第一时间可以接触到他们跟他们交个朋友然后问他们这样子。因为你要真正了解他们，你就先要去直接的问他们，去跟他们交谈，你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去了解到呀。好，那刚才关于到刚才的这一个社会接受特殊孩子嘛，那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常我们在外面都会看到有一小群或者一群人也会对特殊人士呢指手画脚的。那身为大众或者是特殊人士本身，又或者是他的家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呢？那张医生，你可以来分享。好的，那其实这个我们一般上都会发生在父母，甚至有时候呢，父母呢都不愿意把他们带出来，去某一些场所、某一些 event、某一些情况，他们或许有一些他不愿意带出来，不带出来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孩子给他们太多的麻烦，太多的挑战 ，OK， 甚至就是刚才所说的会指指点点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些父母呢，把他们带出来过后呢，他们已经麻木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动型的自闭的孩子，过动儿也好，这一个其他的，他们有分动型还是静型，尤其是我们遇到动型的时候，他们就更加困难去处理，甚至麻木了，他就会摸这个那个，然后动这个干扰那个，甚至那种人呢，旁人就会看到，你不会去管教你的孩子一下，你不会讲他，你不会拉他，你不会叫他的，还是怎么样？我想你说父母尴尬呢，有时候他未必是属于叫做尴尬了，可能甚至我所说的就已经习惯了的，已经麻木了，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甚至处在很悲情的状态。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一般上怎么样，身为父母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外人的指指点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不必要特别的标签说这一个是特殊儿童还是特殊孩子。那么对于外人怎么样去看待呢？有时候我们也尝试叫父母尝试让他们理解还是了解一下，了解
了解，我不是说强调说标签说他是什么的孩子，但是给他们了解说，这个孩子他的情况是这样 ，OK。当我们有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时候，我一般上我相信对外人对这个的看法呢，他们一般上都蛮可以的，都蛮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他们蛮可以的 ，OK。就像打个比方，我常常会把一些孩子带在我的这种特殊的孩子带在身边，那我太习惯了，哪怕我去见什么人也好，见什么官员也好，见什么情况，他们都那我会告诉他说，这一个是我特别的帮手，或是我的帮手。当然他是属于OKU 的，他是属于 OKU 的，那经过这样子的让他们去明白和理解之后呢，他们原来是这样，但是自己有一些说，我的孩子是自闭症的，我的孩子是这个过动的我们简称为过动儿了过动的，我觉得应该是先让旁边的人去了解或者让他们知道了。让他们知道，我觉得身边的人一般上他们都可以理解和接纳的。那我想问一下张医生，父母如果是有这一方面的就是需要的帮助，他们可以在哪一个管道得到这个所谓的就是除了说特殊人士需要培训嘛，那其实父母他也必须要了解他孩子的状况，如何去和他沟通或者是照顾他，对吗？那他们可以在哪一些地方学习到这一方面的技巧呢？其实很多方这方面的资讯呢，其实在民办或者是政府办都有，就很像比如说像首先他们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常常他们都会有提供这一个父母方面这方面的教育或是这方面的资讯都会有的。你只要上网去查询，他们都会有这一方面的教育或者是培训，都有的。明白。好，另外呢，这一道问题是想问素贤他是以英语来问的。The data in UK shows that the people with autism who has jobs only 37%, and what is the reason? 素贤。Okay.Yeah, I think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去 interview 嘛。对 ，interview 恰恰就是adults with autism 最有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社交的那个困难嘛。在 interview 我们要显得很友善 ，you know， 要给很 good 的那个眼神交流，这样子，这些都是就是有自闭症的人士是刚刚好，就是他们很有挑战的一个地方，我可以说。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去面试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的那个 social skill 没有这么强就被 stop 了。就在那个门槛那边，就是 OK bye 不要了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展示自己的那个才能其实可能他们的才能其实就是公司要的，但是就因为他们的那个 social skill 没有这么好，很多时候我们 interview 我们看的刚刚好不是他们的才能，而是你有没有跟我笑你有没有跟我眼神交流讲话顺不顺利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那个 mismatch 我觉得在 interview，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已经改变了，他们不再用 interview 的方式，他们就是用可能 trial 的方式来让你展示一下你的才能，我们再看适不适合这个公司这样子。明白。好，那还有一道问题就是说，请问政府有必要立法鼓励或奖励更多企业界聘请特殊人士吗？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是肯定要吧。其实我们应该说，
我们是要鼓励了，我们要鼓励。其实他们，我们说立法这个情况就有强制性，但是我们从人文教育方面，或者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价值观里头，我们更加鼓励那个企业界给予他们机会。当然我这边要补充的，当谈到立法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刚才有一道问题有提到，我稍微要补充一下，怎么样去让他们这个社会人士去接受他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加直接的跟他们可以互动。那当你能够达成互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了。 OK？ 首先呢，他们的情况是这样我发现到大多数的这个特殊，我是指他是经过些特殊班出来的这几类的特殊小孩呢，他们有一个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点，刚才我所强调了，他们就是有一个强项，他们的强项他们的头脑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记忆方式跟我们不同，他们以图形就是以这个形象的情况，比如说我打个比方，他会对于那个人他认得那个人，他知道那个地方放在哪里，他知道这个方向怎么样尤其是自闭很多都会坐落在他对方向感，他对这个这个形象，对这个爬子对这个拼图，对这个图形那其他的也会，他们对图形认人做东西整理东西他们会更加投入。这个条件是我们必须要认可他，要肯定他，要赏识他 OK？ 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很喜欢去分享，他很想分享，或者是他要告诉你某一些东西 OK？ 在这个时候你让他去讲，你让他去表达，你让他这一个时候去发挥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我很容易可以跟他互动我可以几乎我可以的情况这样子 OK？ 所以谈到立法的情况呢，我不能够很怎么说，因为这个可能它是否在很多方面涉及很多方面可能会让这个社会人士说这个东西我要去负担了，这个东西我要去我要负起这个责任了，我要去去所谓的去面对。与其这样，不如告诉他们其实这种特殊的小孩他其实是可以发挥的，他其实就好像刚才苏先生说放在那一段非常棒。他们在工作的环节里头你可以看到，而且他们有时候专注就是专注。当你能评估到他的专注在那边的时候，当你能够肯定他的时候他的工作量几乎有时候会比常人来的更加专注，更加多。OK， 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可以探讨，在立法方面是可以探讨的。OK， 好，谢谢。好，谢谢张医生。好，接下来还有一道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素贤is job coach expensive? If cannot afford job coach, how and where to learn to work with neurodiversities? Okay, I believe job coach 不贵 because 如果你去 check 那一个 Job Coach Network Malaysia 的话其实公司它如果是愿意聘请一个staff with neurodiversity， 他们可以其实帮他 apply 然后他们像张医生讲的，就是他们可以拿到津贴的so Job Coach 也是可以拿到津贴当去 support 那个 staff. So I don't think it's expensive. But 如果不想要用 job coach 的话我觉得 occupational therapy 就是职业治疗师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帮助就是在
就是特殊人士在工作方面的一些情况。明白。好，是不是最后一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是不是所有的特殊人士都必须要去申请这个 OKU 呢？其实是的。这个是线上的问题。这个是什么？线上的问题。线上的问题啊？怎么说线上的问题？不明白。没有，就是线上的朋友问的问题。线上朋友问的问题。好的。其实因为政府他都已经提供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去让这个援助金，每一位他们都基本这个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享有这一方面的福利，这个是他们基本权利，他们享有的福利。所以 OKU 的人士以前就很繁杂的手续或者是那个程序，现在呢就很多简单化了。所以希望 OKU orang upaya 它不管是在肢体上的还是在总的来说 masalah pembelajaran 这方面都可以一一的跟这一个福利部去申请，一定要去申请哦。因为不管你是在学校还有一点就是他是读特殊班的，他仍然还是享有这方面的福利，他每一个月都可以得到150元。 OK， 明白。好，谢谢两位谢谢张医生，然后谢谢两位讲师。那我们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两位主讲人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是。那经过这个，希望说在这个小小的分享我想说更加希望社会人士去给这一方面的支持给这一方面的支持相信他们是可以在某一些领域合适的工作，在某一些领域他们可以发挥的，他们可以展现他们的能力的。OK， 好，谢谢。好，谢谢张医生。那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各大的这个企业大家可以给予这个信心帮助给这一群我们所谓的泽语天使，让他们有机会呢在职场上大展身手。所以因为世界上其实并没有100%完美的人的，所以我们都不应该抱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态度，我们应该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正能量呢，让我们这一群泽语天使呢可以更勇敢的有机会的去面对他们的人生。好了，节目呢很快了，真的是要到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脸书，我们也会一一的回复的。然后再次谢谢两位主讲人，还有呢我们线上一直留守到现在的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安。生命是最美的旅行，沿途有些崎岖，总有人为你遮风挡雨。困难终究都会过去，你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勇气去看未来风景。
倾诉融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痛，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就都会过去，你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